走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这。有什么话你快点说，我还要回去呢。你说啊！说话！到底怎么了？你就那么想得到昆明的信任和宠爱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顾一切的去抢夺红旗，就是为了赢得比赛？赢有错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从马上摔下来，什么后果？我不会的，我有把握。你有什么把握？以前在戏班子的时候，所有马背上的杂耍我都练过。这是杂耍吗？总之，我有把握。愚蠢！你一味的想赢，想要昆明赢得比赛，你甚至连自己的安危都不顾。我就是为了昆明比赛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不比胡姑差。你这么做，跟后宫那些争宠的女人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不单单是为了争宠，我还要让单于知道，我大汉公主在不擅长的地方，也不输给匈奴人。我做错了吗？我不许你为别的男人赢。我不许你再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。驾！喂，你别走，等等我！喂，你等一下我！喂！喂！解忧，你去哪儿了？晚宴就要开始了，我到处找你呢。我带西极马去喝水了。哎，这不是温归殿下的马吗？父王，您真的要？怎么？你怕了？没有，虎姑只是觉得……你是真的爱上他了？父王，我没有。哼！织女莫若父。虎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您要在这个时候杀昆明呢？因为他越来越不听话。可是杀了昆明，温归就会接过乌孙大旗，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更不利于匈奴在西域的地位？我不会让温归称王的。杀了军须弥，
下一个就是温归。那杀了温归，我们就能收服乌孙吗？不，我会让你的儿子成为乌孙的昆弥。我的儿子？可是我还没有。你现在没有，不代表真的没有。父王的意思是，杀了昆弥，然后让我谎称腹中怀有王子。不愧是我的爱女。父王，此事太过冒险，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我要你有，你就会有。放心吧，父王一定会把你嫁给一个真正配得上你的人。谢父王。好了，不要在这儿待得太久。君须弥可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。解忧给昆弥请安。免礼，来坐吧。谢昆弥。上次夫人为姑研墨甚好，这次叫你来，也是想让你为姑研墨。解忧不甚荣幸。昆弥，想不到在这里，你还有这样的雅致。练字可以静心，静心方能思辨，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事情的真相。夫人，今天的骑术表演，确实给姑长了不少颜面呢。昆弥过奖了，这都是解忧应该做的。这草原呢，不比在城中，多有野兽出没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呢。解忧明白。禀昆弥，左夫人求见。他来干什么？让他进来吧。喂。胡姑叩见昆弥。夫人找姑有何事？今日赛马，胡姑过于尽兴，差点伤了妹妹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特来请罪。姐姐不必自责，赛马就是游戏，今天的事儿我会忘了的。右夫人都这么说了，你就不必在意了。起来吧。不，胡姑立了坏样，怕后宫有样学样，请昆弥重罚。既然如此，妹妹也只能有样学样了。哎，左夫人，你能够如此自律，姑十分欣赏。出来狩猎原本就是为了高兴，在这么高兴的日子里，姑怎么会责罚夫人你呢？来，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吧！啊，起来。谢昆弥。左夫人，你来为姑添香。右夫人，请继续研墨。是。殿下，阿彩，殿下，啊，怎么？你的马我帮你收好了。啊，多谢。殿下，你的马怎么是我们家公主骑回来的？啊？是吗？
我说这畜生自己跑哪儿去了呢？我正找他呢。好，右夫人，你来射一只试试。好。昏迷他力大无比，他的弓当然是紧，只怕是不适合右夫人的手力吧。哎呀，姑突然想起来了，昨天姑让右夫人研墨至深夜，今天手腕肯定是酸痛无力。夫人，莫怪姑啊，我看你累了，还是回帐内休息吧。解忧不累。既然右夫人不能陪同我们一块儿狩猎，那就请右夫人在原地休息，等候我们比赛的好消息吧。我说陈鱼啊，你让我的右夫人在这太阳底下暴晒，姑可要心疼啊。单于也是一番好意，不过解忧并不想任何人看不起无孙的右夫人。右夫人果然是女中豪杰，不过我倒想看看右夫人是如何协助昆弥争得荣耀的。不过，我现在还想看看昆弥精湛的射术。那可要令大单于失望了。父王说过，真正继承他剑术的，并非是姑，而是翁归。哦，翁归将军，我早听闻翁归将军一箭双雕。怎么样？今日让大家见识一下，给我们露一手吧。好，那翁归便恭敬，不如从命。好一个一箭双雕！
公主，你不是去左夫人的寝宫见昆弥了吗？怎么在这儿读起圣贤书了？昆弥在和左夫人一起用晚膳呢。臣以为，公主这么冒失的去左夫人的寝宫见昆弥，这实在是有失妥当啊。岂止是有失妥当啊，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现在胡姑心里不知道怎么笑话我呢。公主，那你还……今天听你跟我说了昆弥的作为，我才知道，他原来不喜欢别人比他聪明，所以我故意冒失和莽撞一些，他是不是对我就会少一些怀疑？公主说的对。如果我今天不去，那就太不拿他当回事儿了。所以我在胡姑的寝宫门口，足足站了有半个多时辰。这回昆弥心里的火，该消得差不多了吧？臣也这么认为。不过公主，昆弥这次是真的在意了。臣以为，温归现在既然已经苏醒，不如就把国医撤回，公主也适当的回避，不要再路人画饼了。温归将军能苏醒，全是国医的功劳，不能因为昆弥怀疑就把医硕撤走。公主，我理解你的意思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母后，您今天的气色不错，看来这针灸是奏效了。是啊，已经开始第2个疗程了，真的感觉不错。可是，我看儿子好像消瘦了一些啊。最近因为边境换将的事，姑有些烦心罢了。云谷特的弟弟纳林羽侯，一直跟着魏镇离将军。你看，这事不行，母后。云谷特上次对您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不罚他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能委任他弟弟重任呢？那到时候他在后宫，岂不是要闹上天了？我心里又何尝愿意呢？云谷特姐弟是中立派老臣之后，这帮老臣虽腐朽不成气候，但是他们最听昆弥的话了。如今，清汉派和清湖派已经斗得鸡犬不宁。若是让常山西侯或大陆来继任戍边大将军，那昆弥你就难保不被2派势力所左右。我老太婆宁愿云谷特在后宫闹腾，也不愿意看着你的王权被他人所牵制。母后别担心了，孩儿已经有一个2全之策。卞昆弥，右夫人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喂。解忧给太后请安。免礼。右夫人不是在照顾温归吗？怎么还有时间来给太后请安呢？右夫人，你在照顾温归？太后若是觉得解忧此举不妥，可以听听解忧的理由。我还没有怪你，你倒先发制人了。那你就说说，我倒想听听，右夫人能讲出什么道理。回太后，回昆弥，温归将军屡次被人暗算，是不是匈奴人虽无明证，但是这赤苦城中多次风波也直指王庭，所以解忧以为，温归将军在养病期间也不可掉以轻心，定要护他周全。所以表面上屡次去探望，实际上是请怀大人率其精锐部下保护温归将军。再次，温归殿下乃昆弥的兄弟，事事以昆弥为重，子民感其忠义，乐见昆弥对温归将军的关怀备至。可是昆弥忙于朝政，所以解忧只能代为探望。如此一来，我想昆弥的威望定会如日中天吧。右夫人说的倒是有道理。
看来，右夫人想的果然是周全。不过，你此来到底是为了何事？昆弥，解忧恳请昆弥去探望温归将军。温归将军有你照顾了，还要孤去探望，为何？昆弥，温归将军醒来第一句话，便是问昆弥有没有去探望过他。解忧当时正好在场，便大胆说谎你去过，让他安心养病。温归这才睡去。此后他每次醒来都会问你有没有去看过他。昆弥忙于朝政，解忧屡次说谎，可是后来听果一说，温归将军虽然最近伤势有所好转，可就是起不了身。起不了身？果一说，温归将军不是身体虚弱，是意志虚弱，所以我担心再这么拖下去，他真的会生出什么心病来。恳请昆弥去探望温归将军。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外伤。难得右夫人这么有心，这后宫上下能像右夫人这样替昆弥分忧的，还真不多。谢太后夸奖，这都是解忧分内之事。只是于公于私，我都希望昆弥能去探望温归将军，让他早日好转，这样解忧才能为昆弥解忧啊。你先回宫准备一下，一会儿姑会和你同去看望温归的。昆弥英明。这右夫人还真是聪明。何止是聪明，哼，有时候真是机灵的可怕哟。温归，叩见昆弥。免礼。哎，你有病在身，不必急。来，躺下。哎呦，王兄，你是政务繁忙，实在不应该这么跑过来看我。右夫人说，您每次醒来都会叫我的名字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果一，翁将军的病情如何？你如何给他诊治的？温归将军这次伤得本不致命，但是疏于治疗，把陈年的旧患都给带了出来。臣这次以针灸加上汉药，定能治本。好，国一这次功劳不小，回去等赏吧。谢昆弥。等你好了，跟姑一同出城迎接师傅。当然，师傅他一手把我们两人带大，老人家戍边多年，好不容易卸甲归田。别说等我病好了，即便是找几个人抬着我也得去接他。你呀，病的就剩这张嘴了。国一，你先退下吧。夫人，你也先退下吧。喂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可是你父亲现在年事已高，不适合带兵。即便王兄你给他兵权，我也不愿再让父亲风餐露宿。我是怕你父亲误会。王兄你多虑了，父亲他不会妄自揣测的。我想他一定会明白王兄你的良苦用心。能这样想甚好。其实我是想跟你商量，不如由我来接替师傅，担任这戍边大将。哦，你真这么想？
我跟着师傅南征北战这么多年，论功勋名声，论对边境将士的熟悉程度，我是最好的人选了。可这次戍边，和以往可不同啊！我当然知道，戍边大将扎根边疆，心无旁骛，誓死保卫无损。既然这样，这次你为何要反朝呢？我收到一封密信，信上说有人要谋害太后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信的真假，可是我担心太后安危，所以就先斩后奏，冒死反朝。行了，既然是为太后着想，也算是你一片孝心。故这回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不能有下次。你要知道，你是我弟弟，我可不想让那些老臣觉得我偏袒你，更不能给那些青湖派落一口实。你可明白？翁归明白，誓不再犯。翁归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至亲带兵的利弊。翁归，公主她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你，你只会给解忧带来痛苦。如果昆弥愿意赐我戍边大将军之名，我愿意发誓，长守边疆，永不回朝。公主怎么坐在地上？太凉了。怀大人，你看，今晚夜色多美啊！小的时候，班主跟我说，人要是死了，就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。那些前世相亲相爱不能在一起的人，死了之后，还是可以在天堂相遇的。我死了，肯定变不成星星，肯定是下地狱的那个。再美的夜色，也挡不住日出。你说的对，太阳就是命运，就是皇权，我们谁都无处可躲。